你好，今天咱们聊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，就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吃饺子。哎，说到饺子我就饿了。昨天晚上我还包了一顿韭菜鸡蛋的。你看，这就是咱们中国人对饺子的感情，随时随地都能想起来。其实饺子这个东西啊，在咱们中国人心里的地位，那真的是怎么说呢？不只是一个食物那么简单。对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情感的载体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饺子历史其实特别悠久，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。最开始的时候，它不叫饺子，叫馄饨。我听说过一个传说，好像是跟张仲景有关的。对，就是那个医圣张仲景。传说在寒冬的时候，他看到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伤了，就用羊肉和一些驱寒的药材包成耳朵的形状，叫焦耳，煮给大家吃。所以最开始饺子还有药用功能呢。是的，这个故事虽然是传说，但特别有意思的是，它体现了饺子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关怀的意味，不只是填饱肚子，还要治病救人。而且你想想，包成耳朵的形状是不是特别形象？吃了就不会冻耳朵了。古人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。不过饺子的名字变化也挺有趣的。三国时期叫月牙馄饨，南北朝的时候，颜之推在他的家训里写过形如偃月，天下通食。偃月就是弯弯的月亮的意思吧？对，你看那个时候的饺子形状就已经跟现在差不多了。到了唐代，饺子开始脱离汤水，单独吃，叫偃月形馄饨。宋代又有了角儿这个叫法。角儿，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可爱的，是吧？而且据说饺子这个词就是从角儿演变来的。那时候已经有水晶角儿、煎饺子这些不同做法了。哇，古人也挺会吃的，煎的都有了。元明清时期，饺子又叫扁食，直到清代才正式叫饺子。你看这个演变过程，其实反映了饺子在中国人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升。而且我记得还有考古发现，说饺子可能比张仲景的传说还要早。对，1978年在山东滕州，考古学家在薛国侯墓里发现了形似饺子的三角形白色食物，推测有2500年的历史了。春秋时期就有了，那比张仲景早了好几百年呢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饺子能够传承到今天，并且在咱们中国人心中占据这么重要的地位，肯定不只是因为它好吃。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文化意义。没错，首先说团圆这个概念，你想想，每到春节、冬至这些重要节日，哪家不包饺子？对啊，我们家每年除夕都是全家人围在一起包饺子，一边包一边聊天，那种感觉特别温馨。这就是饺子的第一个文化内涵，团圆和家庭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，有说有笑的包饺子。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和凝聚。而且包饺子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分工，有人擀皮，有人调馅，有人包，特别有参与感。对，这种集体劳动的感觉，让饺子不只是一顿饭，更像是一个仪式。特别是除夕夜吃饺子，寓意着辞旧迎新、阖家团圆。说到寓意，饺子的形状也很有讲究吧？是的，饺子的形状像元宝，所以有招财进宝、富贵满盈的寓意。很多地方还会在饺子里包硬币、糖果、花生、枣子这些东西。我小时候最喜欢这个了，吃到包硬币的饺子就觉得自己特别幸运。哈哈，这其实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吃到硬币的代表财运，吃到糖的代表甜蜜，吃到花生的代表长生不老，吃到枣子的代表早生贵子。虽然知道是大人故意安排的，但那种期待和惊喜的感觉是真实的。这就是饺子的魅力所在。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寓意，就是更岁交子。这个怎么理解？子指的是子时，就是农历正月初一的开始。交和饺谐音，
所以除夕夜吃饺子寓意着送走旧岁，迎接新年。原来如此，所以饺子还代表着时间的转换。对，这种时间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特别重要。通过吃饺子这个行为，人们表达了对过去的总结和对未来的期望。而且我发现饺子还是一种很好的社交工具。怎么说？你想啊，不管是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，一起包饺子、煮饺子、吃饺子，都能增进感情。那种一起动手的感觉，比单纯吃饭要亲密很多。说得特别好，饺子确实是一种社交纽带，它不只是填饱肚子，更是一种交流和互动的机会。而且包饺子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聊天，分享彼此的生活。对，而且每个人包出来的饺子都不一样，有的好看，有的比较抽象，但这种差异反而增加了乐趣。哈哈，我包的饺子就属于比较抽象的那种，不过这也没关系，重要的是参与的过程。说到制作饺子的做法，其实也很丰富。是的，光是饺子皮就有好几种做法，冷水和面的、烫面的、油酥面的，甚至还有用米粉做的。馅料就更不用说了，荤的、素的、甜的、咸的，什么都能包。烹饪方法也多样，煮、蒸、烙、煎、炸，每种做法都有不同的口感和风味。而且不同地区的饺子特色也不一样。对，北方人特别爱吃饺子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，饺子就是主食。猪肉大葱馅儿是最经典的搭配。我是北方人，从小就是吃这个长大的，那种香味儿一想起来就流口水。山东的饺子喜欢用大白菜、猪肉馅儿，比较清淡爽口。四川、重庆那边的饺子就不一样了，特别香辣，用很多辣椒和花椒调味儿。川渝的红油水饺，那个辣味真的是一吃就停不下来。南方地区虽然传统上不太吃饺子，但现在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了，特别是沿海地区和大城市。我有个南方朋友，以前过年从来不吃饺子，现在也开始学着包了。这说明饺子的影响力在扩大。不过饺子在节日习俗中的地位还是北方更突出一些。春节吃饺子应该是最重要的习俗了吧？是的，除夕夜全家人围坐一起包饺子，看春晚，这是北方人最重要的年俗之一。而且饺子要在子时吃，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之间。我们家就是这样，每年都要等到12点才开始吃饺子。这就是更岁交子的具体体现。初一早上还要再吃一顿饺子，象征招财进宝。而且有些地方还会故意留一些饺子不煮完。对，寓意年年有余，这些细节都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。除了春节，冬至吃饺子也是很重要的习俗。民间有句话叫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，虽然是玩笑话，但体现了冬至吃饺子的传统。这个应该跟张仲景的传说有关吧？吃饺子驱寒保暖。没错，还有正月初5，俗称破五，也有吃饺子的习俗。破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破除春节期间的各种禁忌，重新开始正常生活。有些地方会把饺子捏成花边形，叫捏小人嘴。捏小人嘴，这个名字好有趣。寓意是防止来年小人拨弄是非，挺有意思的吧？古人的想象力真的很丰富，什么都能跟饺子联系起来。这其实反映了饺子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，它不只是一种食物，更是一种文化符号。而且我觉得饺子还承载着很多情感记忆。怎么说？比如说很多人离开家乡后，最想念的就是妈妈包的饺子，那种味道，那种感觉，是任何餐厅都替代不了的。对，这就是饺子的情感价值，它连接着我们的童年记忆，连接着家的温暖。而且每个家庭的饺子都有自己的特色，调馅的方法、包的手法都不一样。这些差异其实就是家庭文化的体现。通过饺子，一代一代的传承着家的味道。所以说饺子真的是中华饮食文化中的一颗明珠。是的，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，家庭的温暖，美好的祝愿，还有深厚的民族情感。
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，饺子也在不断创新，出现了很多新的口味和做法。比如现在有彩色饺子皮，用菠菜汁、胡萝卜汁调色，既好看又营养。还有各种创意馅料，什么海鲜的、奶酪的，甚至还有甜品饺子。虽然形式在变化，但饺子的文化内核没有改变，它依然是团圆、祝福、温暖的象征。对，不管怎么创新，那种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的温馨感觉是永远不会变的。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重新重视这些传统习俗，主动学习包饺子。我身边就有很多朋友以前不会包饺子，现在都在学。这说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还是很强的，只要有合适的传承方式，就能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。而且包饺子这个技能学会了真的很有成就感。是的，从和面开始到调馅到包成型，每一步都有技巧，掌握了就特别有满足感。而且自己包的饺子，不管好看不好看，吃起来都特别香。这可能就是劳动的价值吧，亲手制作的食物总是格外美味。说到这里，我又想起小时候跟奶奶学包饺子的情景了。老一辈人包饺子的手艺真的是炉火纯青，那种熟练程度看着就是一种享受。而且他们包饺子的时候，总是会跟你讲很多故事，讲家族的历史，讲做人的道理。这就是饺子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，它不只是传承技艺，更是传承文化和价值观。所以说中国人爱吃饺子，爱的不只是它的味道，更是它背后的文化和情感。没错，饺子已经成为中国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是我们文化身份的一个重要标识。而且我觉得在全球化的今天，饺子也成为了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。对，很多外国朋友通过饺子了解中国文化，学习包饺子，体验中国年俗。这种文化传播的方式特别好，因为食物是最容易被接受的文化形式。而且包饺子这个过程本身就很有趣，参与性很强，外国朋友很容易就能融入进来。我有个外国同事，现在包饺子的手艺都快赶上我了。哈哈，这说明饺子的魅力是跨文化的，它代表的团圆、分享、温暖这些价值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。所以说饺子不只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是的，通过饺子，我们可以跟世界分享中华文化的美好。而且我相信，随着中华文化影响力的不断扩大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饺子。那么今天关于中国人爱吃饺子这个话题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希望大家听了我们的分享，能够更加珍惜和家人一起包饺子的美好时光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意思，也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们，让更多人了解饺子背后的文化故事。好的，我们下次再聊。拜拜。